听说南方从来不会有寂寞，听说在海边世界没有尽头。你哭着告诉我，你和他梦想的种种，我会是你雨天的湖泊，拥抱你的温柔，好想看你的笑容，对离开的他说，你心中那份美丽怎么找都不会再有，轻轻触摸未来遥远的风，有一天你会找回你的梦。幸福是看得透，而不是舍不得他的所有，慢慢触摸天空暖暖的我在这天黑了也不会走。你的快乐除了他还有我永远守候，不要难过。不要跳，不要跳啊！死人头走开啦！你即使跳下来，我也会接住你的。你神经病啊！我压死你，我不赔命的！你死人头啊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让我死掉算了，你救我干什么嘛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们一个两个为什么要救我嘛？一个两个人走了都不要我了，活着还有什么屁用？还有什么意思吗？妈，你还有我啊！还有我，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离开了你，我都会留在你身边的，佩佩，我要陪伴着你，守护着你，直到天荒地老。我已经够活了，你要给我火上添油？去死！我老妈也恢复正常了。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现在才说不能来呀？你这个人讲不讲信用的？什么？加你20块，加你的神头啊！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会演布袋戏呀？神经病啊你！死人头，现在才来放我飞机啊！啊，不如叫阿丽回来。人家现在这么红了，哪里还会回来演布袋戏呀？哎呀，阿丽不是那种忘本的人。飞龙叔，还是你了解我。小心！无名，你也来了。阿丽啊，无名跟我在你妈最痛苦的时候，一直都默默留在她的身边，支持她，守护着。够了，你说嫌我打你打得不够啊？阿珍拿了你妈的钱跑路的事，你听过了啊？我听小凤说了，一定是跟那个大肥鹰跑路的。黄飞龙，你说什么屁话？谁说要跟大肥婆跑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的？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，我猜都猜到了。猜你的死人头啊！我说啊，是你把他逼走才真啊！关我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关你事啊？你到处去跟人家说他强暴阿里啊，害得每个人把他当成大色魔一样的看待。还有啊，连那个什么社会工作者都跑上门来了，他不跑路行吗？他如果没有做那样的事，又何必跑呢？所以啊，一定是跟那个大肥鹰。你还说看不打你？妈，不要这样子啦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演布袋戏咯，干什么？想把我给甩掉？灯具就有。
那个死人头肯让你回来没？他如果不让我回来，我今晚就不去歌台唱歌。对哦，现在你可是他摇钱树了，他当然把你当宝贝了。妈，我会把我所有赚来的钱都给你的。等你拿到钱再说啦。那个死人头这么狡猾，他会给你钱没？哎呀，对呀，你要小心那个江海啊，那个人很狡猾的。我以前啊，就是被他害到去坐牢啊，不，差点坐牢啊。坐牢就坐牢，怎么差一点就坐牢啊？上一次坐牢是你活该，谁叫你这么变态，偷我的内衣内裤？嘘，什么嘘啊？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了，阿丽也知道啊。妈跟我说过了。你也知道啊。哎呀，阿丽啊，你不但没有看不起我，还跟我学气功，我真的很感动啊！我没有白疼你了。阿丽啊，我上次会这样做，是因为我太爱你妈了。哎呀，好了啦，够了啦，别整天说些肉麻兮兮的话，听到我全身都发毛啊！去做事了，站在那边干什么？哦。你就好啦。现在又出名，又妇女大团圆，天都亮了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加害生爸爸，除非他真的关心我、在乎我，否则我永远都不会叫他爸爸。对，阿丽，你这样做才是有原则、有立场。我黄飞龙要在这里大声地说，阿丽，你做得对，做得好。你准备一下，我去上香。我也去。对不起，是我打电话给徐玲姐的。她今天早上也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她和安琪在一起。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还很气我。我之前见过徐玲姐，她把你和她的故事都告诉我了。其实她心里真的很关心你和安琪的。她还说，她很后悔做那些对不起你的事。她心里现在一定很痛苦吧？我也是女人，我知道要跟一个你根本不爱的男人在一起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吗？因为我一无是处，所以他必须牺牲自己，跟你所谓的不爱的男人在一起。不，他一直都认为你很有才华。他是因为太爱你。你真以为你听声音就分得出真话假话？他是骗你的，为了只是想夺走安琪罢了。小的时候呢，最喜欢吃棉花糖了，而且我的棉花糖啊，一定要比别人的大，所以当时我的妈妈每次都骂我贪心。哎呀，你要大人喜欢你，就要多动动脑筋，讲一些大人喜欢听的话。那你一定是很会动脑筋喽？才不是呢，我最懒了。是最近阿丽姐姐帮了我，我才有了进步，从最后一名变成18名啊。那个阿丽姐姐不是很厉害喽？是啊，她虽然双眼失明，但是她又漂亮又聪明又温柔又善良。我这次能够看见你啊，也是多亏了她。你喜欢阿丽姐姐吗？
我还叫她当我妈咪呢。那也得你 daddy 喜欢才行啊。我daddy也是喜欢她啊。是吗？哎呀，男人都是喜欢美女的吗？我daddy也是男人啊。他虽然什么都不说，可是我知道他是喜欢安利姐姐的。白鹭三只，上南山，我叫女儿啊，爱惜。他是骗你的，为了只是想夺走安琪罢了。来我叫阿弟啊，就爱说你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相公，你从中原回来，是啊，今仔日我是高中，咱夫妻一结合，就是风天兵，一个望讲几拜。你收拾一下，我去跟卤煮收账啊。哦，阿离，我先走了。慢走啊，李师傅。无名，你看这。是怎么办到的？集中精神啊！原本啊，我也以为这是办不到的。不过后来我听到一段新闻说，有一个11岁的小妹妹，她学习如何运用意志来克服自己的局限和障碍。其中一个表现方式就是把汤匙或叉子弄弯。我这才知道，有时啊，人的意志和决心，力量会大得让人难以想象。所以这不是特异功能，也不是气功，不是，真是难以想象。你既然办到了，也许啊，我眼睛看不见，所以比较容易集中精神啊。无名，我相信徐玲姐不会因为想夺走安琪而骗我。她找了你们9年了，如果她没有决心、没有意志力的话，她早就放弃了。我练习了2年，才把叉子弄弯。可是他却找了你们9年了。如果他不是爱你们、关心你们，他又怎么能坚持那么多年呢？ Hello， 在哪里？好，我会告诉他。是安琪，她要请我们吃意大利面。 我打电话给爹地了，他刚好和阿丽姐姐在一起，所以阿丽姐姐也一起来。是吗？那就好。来，我们一起做面吧。我也能做吗？当然了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啊，你小心啊。嗯。 徐玲，出来一下吧。慧儿，我先出去一下，你在这里小心点。嗯。今天餐厅休假，如果你想用餐的话，怎么会有个小孩子？她是谁？她是我女儿。
徐玲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我找到他了。那吴志清呢？他叫来了，所以请你离开吧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怎么？找回老公和女儿，就翻脸不认我了？还是你怕志清看到我后，又再勾起那年戴绿帽的往事？当年是你故意通知至亲的，对吗？你觉得我这样做错了吗？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你会看清他自私自利的真面目吗？他丢下你，带走你女儿，这证明他对你的感情根本是不堪一击的。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，你还是走吧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。你怎么了？人家说近乡情怯，你呢？近妻子情切。那是不是证明了一件事啊？是吗？你心中有愧。是吗？你对把安琪从他身边带走，一直觉得过意不去。他既然已经跟了那个男人，就不应该再拥有安琪。但是，你认为他真的有跟那男人在一起吗？还是你根本就误会了他？不，我没有误会。你看见他跟那个男人在同一个酒店房？他连这也告诉你。他承认他自己做错了事，也很后悔这么做。他说：“我不管给自己找什么理由，都无法弥补对至亲的伤害。他的目标和希望是神圣的，而我却做出了那么肮脏的事。就算我这样真的帮到了他，他也不会开心的。他为了买一架演奏钢琴给你，宁愿和一个他自己根本都不爱的男人在一起，而你却因为他这样做，恨他恨到现在。他已经知道他自己做错了，也很后悔这么做。你呢？难道你就认为你没有错吗？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是认为你自己没有错，还是你认为他买演奏钢琴给你，只不过是他后来找的一个借口？借口也好，真实也好，这已经对我没有什么意义。我现在只想要回我的女儿。吴志清，徐玲没有骗我，你真的在这里出现了。他是谁？你在这里等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真的是搞不懂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那么爱你？我看徐玲真的是疯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就是，不要再伤害徐玲了。现在，请你去告诉她，你看不起她，鄙视她，她最好永远在你面前消失。这样，你就做了一件好事。而这些话，都是你心里想说的话，要不然你就不会离开她，连她最心爱的女儿你也带走。这世界上最没有资格爱她的人，就是你。所以，请你去跟她说，叫她滚开，滚得越远越好。
果他还是不死心，你就羞辱他。所以对你来说，只是举手之劳，轻而易举的事。吴姐，下流！阿离，你不要阻止我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无耻下流的人。阿离，吴志清，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知道你很潦倒。只要你肯高抬贵手，成全我跟徐玲，你要多少钱，尽管开口。打得好。到了。进去啊。无名。跟着你的心走。什么？跟着你的心走啊。安琪，阿姨姐姐来了。这几天乖不乖？乖。诗玲姐，阿离，真的要感谢你帮我找到了我的外甥。Daddy， 阿姨已经告诉我妈咪的事了，她还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让我见她的原因。你Daddy说的对，你妈咪已经去世了。那你呢？你是谁？我是你妈咪的姐姐，也就是你的阿姨。阿姨。我们当时都很反对你妈咪跟你Daddy在一起。是不是觉得我Daddy没有出息？你Daddy不是没有出息，他只是少了一点运气。还有，他的性格太倔强，太完美主义了。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，不允许自己有一次的失败。其实，他是很有才华的。这一点我非常同意。你妈咪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坚持跟你Daddy到维也纳去。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很快乐的2年。你妈咪其实在那里怀了你的，可是很不幸的，她在一场意外中身亡了。我们知道之后，非常的生气，责怪你Daddy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照顾你妈咪。那怎么能怪我Daddy呢？我Daddy一定也不想妈咪死的啊。不过，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子女呢？你妈咪才20多岁就走了，她的父母又怎么能够接受呢？她走了，你还在啊？我们都觉得你如果能够让我们来照顾，一定比留在你Daddy身边好。但是Daddy不愿意，所以他才会四处避开你们。对呀，他害怕我们把你从他身边抢走。我才不要离开Daddy啊！你长大了，我们是不会勉强你的。谢谢阿姨。我们今天玩得好开心哦。Daddy，你知道阿姨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吗？棉花糖。对了，是不是妈咪告诉你的？Daddy，妈咪和阿姨是不是长得很像？
哇，那妈咪和阿姨一样漂亮喽，难怪我那么漂亮。阿离，徐玲姐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不了，我自己来行了。徐玲姐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问吧。你为什么要瞒着安琪？我寻寻觅觅了那么多年，为的就是和自清争回这个孩子。我曾经告诉过自己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把孩子带回我的身边。可是，当我看见慧儿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不能把她带走。毕竟这9年来，我是个缺席者。在慧儿的心目中，这世界上最亲最爱的人是她的爸爸，不是我。就让自清想要保留的现状继续保留下去吧。阿离，慧儿跟我说了你和自清的事，她说你们感情很好。不是这样子的，阿离，你不要紧张。我从慧儿的口中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好女孩，你很照顾她，她也很喜欢你。今后，慧儿就拜托你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吃了。Daddy， 这意大利面我也有份做的哦。是吗？阿姨教我怎么揉面，怎么做面，她还说改天要教我怎么做披萨呢。Daddy， 你不会再把我送去澳洲吧？我已经打电话给校长了，他答应让你回去上课。奥利万岁！那你要好好读书，不要让你爹地失望了。没问题，我已经跟艾丽姐姐打赌了，今年我一定要考到前10名以内。好啊，如果你赢的话，我就烘一个大的披萨给你吃。一言为定。慧儿啊，你要时常来看阿姨啊。知道了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徐玲姐，谢谢你的意大利餐。阿离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希望你常带慧儿来看我。我一定会的。谢谢，再见。阿丽姐姐，请你吃雪糕好吗？好啊。拿，快去快回哦。哦。无名，真的想就这样带走安琪吗？真的想让安琪以为她妈咪已经死了？真的想让徐玲姐这一辈子都再也听不到她女儿叫黑生妈咪？你还记得阿梅吗？她因为思念儿子而神经失常。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法用任何东西来取代的。你难道忍心让徐玲姐这一辈子都无法认回自己的女儿吗？你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，那我看不起你。
爹地可以回家了。安琪，她不是你阿姨，她是你妈咪。是不是忘记拿什么了？妈咪，你是妈咪，你是我的妈咪。妈咪，怀儿，明天记得让他上学。谢谢你，志清，谢谢你。无名，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决定吗？跟着你的心走。英琪姐，你那句话还真管用呢。跟着你的心走。嗯。那你呢？你的心怎样了？嗯？你不怕失去你心爱的人啊？当然怕。我一生活在黑暗中，我珍惜我身边所有爱护我、关心我的人，因为他们就像我的眼睛一样啊。我真的很怕他们会离我而去。不过，也因为太爱他们了，所以我不能紧紧抓住他们不放啊！啊，英琪姐，你喜欢吗？很喜欢。你也真是的，为什么要买花嘛？有一篇文章说，人啊，看到花，精神和情绪都会好一些。谢谢你。英琪姐，你身体好点吗？我已经好多了，医生说我再过1-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有了 baby 了，要不然……我都说不关你的事了。老实说，那天我愿意留下来陪你，在你跑来跑去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很希望可以把我自己弄得忙一点，累一点，这样我回去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。英琪姐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要从阴影走出来。我写了一首词，送给你。不过你看了可不准笑。英琪姐，这么无声无息的，是不是我写的很烂？不是，你写的非常好。其实你应该找一个人
帮你谱成曲子，这样你就可以唱了。可以找那位无名先生啊。不要，他是音乐家，这么幼稚的东西，他看了会笑的。Miss In， 吃吧，我先洗过手才拿的，不会有病毒的。Tina，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真的会翻脸的。不是啦，像我们做这行的，真的是比较脏的。我上次会这样，是因为荷尔蒙分泌异常，感到心情烦躁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看你啊。Miss In， 你何必那么痛苦？我很痛苦吗？搞到住院还不痛苦？你呀，整天那么厉害劝我们，又不劝自己。你放不下就原谅他，再给他一个机会；放得下就把那个王八蛋忘得一干二净。从此啊，真的把他当王八蛋看。吃饭的时间就不要谈这些了。好啦 ，Miss In， 你会觉得我漂亮多啦？你本来就是很漂亮啊，不过是更有风采了。当然啦，谈恋爱女人呐，脸上都会发光的。你在谈恋爱啊？跟 Morgan？ 跟他？我不如跟枕头谈恋爱算了。不是跟他，会是跟谁？他是个编剧。编剧啊？在电视台写剧本的啊。我叫小凯，28岁。怎么认识的？在牙龙咯。不过啊，他不是去那里叫鸡的啦，他是去找资料。结果在后巷被人家打抢，我刚好经过，就帮喊警察咯。哎，像不像电视剧的情节啊？我已经很久没看电视剧了，不过现在电视剧还是这么老土啊。就是咯，一点进步都没有。不过啊，小凯写的不一样哎，他写的真的很好看哎。现在播出的7点档的《爱上你》就是他写的啊，真的很好看哎。我看呐，你真的是爱上他了。能够找到心爱的人是一件好事，恭喜你了。可是他不知道我做鸡，那就别做了。可是如果你真心想跟他发展这段感情的话，就不能这样下去，要不然这段感情，即使我现在不做，那以前呢？我以前也是鸡呀。那是你认识他之前的事，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告诉他。不过这之后，你要洁身自爱，不可以再做对不起他的事了。可以出院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听美莲说你辞职啊？今后有什么打算？还没想。你这么喜欢这份工作，为什么要辞职呢？现在婚也离了，孩子也流产了，你应该可以安心啊。我想下车，我要下车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离婚堕胎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啊！现在婚也离了，孩子也流产了，不正合你的意吗？你辞职是对的，看你怎样处理你自己的事情，你哪有资格去辅导别人呢？听说
从来不会有寂寞。听说在海边，世界没有尽头。你哭着告诉我，你和他梦想的种种。我会是你雨天的湖泊，拥抱你的温柔。好想看你的笑容，对离开的他说，你心中那份美丽，怎么找也不会再有。轻轻触摸未来遥远的风，有一天你会找回你的梦。幸福是看得透，而不是舍不得他的所有。慢慢触摸天空软软的火，我在这天黑了也会走。美莲，我要请假。想去哪里啊？去尼泊尔。不知道这身骨头还动得了吗？还行吧，你以前可是背包旅行的先锋哦。那是年轻的时候了。哎，年轻人不要在安娣面前喊老 ，OK？ 啊，这是阿丽的报告，她现在的情况挺好的，已经搬回家住了。那她后父呢？跟另外一个女人跑了，所以我相信她应该是相当安全的。但是对于上次受伤的事，她还是不肯透露半句。那也没办法了，我会把报告交给警方，你去享受你的假期吧。希望你回来后会改变主意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啦？嗯。无名，这个是阿丽写的，如果你能帮她谱上曲子，我相信她一定会很开心。人家大老板已经等很久了，快点快点！陈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们迟到了。没事没事，叫陈老板。陈老板你好。你坐你坐。是阿狸吗？是的，陈老板。很好很好，你的歌啊我听过了，你唱得很好，你很有前途，有前途就有前途，一个是前面的钱，一个是金钱的钱，你听得懂吗？我要把你带到台湾去出唱片、上电视，我要让你变成天皇巨星。只要给我看上的，没有一个不红。给我1年的时间，1年，我要让你的名字红遍整个华人世界。阿狸啊，你看你多幸运啊！陈老板昨晚只是听你唱一首歌，就决定签下你了。能发展歌唱事业，我当然很开心。不过，我想先问一下我妈。哎，你妈是个小女人，她懂什么？这一切由我帮你做主。阿狸，你今年20岁了，要当歌星不算小。如果要发展的话，就要马上行动。那还要看合约？合约早就签了。签了？为什么我都不知道？你还不到21岁，所以我就帮你签了。阿狸，你放心，条件很好的，每个月有钱拿，吃住全包。到时候出唱片还可以分红啊！那我叫我的助手来安排啊。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个旅馆里，明天一早我们就飞台湾了啊。听夜的心跳，
在温热着眼角，未来看不见路标，你让